今天我们不聊具体的投资哈，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一些可能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大事件——金融危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每过那么十几年吧，全球经济就得来一次大折腾。我们手头这份材料呢，就是一份关于金融危机历史循环，还有它的一些警示的深度分析。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是说要去预测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来，老实说那个几乎不可能，而是想通过回顾5次非常经典的金融崩盘，帮你理解一下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它们背后有没有一些相似的配方，特别是你看人性里面那些东西，贪婪呐、过度乐观呐、还有就是容易忘事儿，这些在里面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希望呢，通过了解过去，我们能更好的应对未来吧。有个核心观点就是说，历史它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呢，它总是惊人的相似，会押韵，而且好像每一次的代价都更大。准备好了吗？我们这就从离咱们最近的一次开始。很多人应该还记得2008年的那场金融海啸。说起2008年之前那几年，全球特别是美国，感觉真是一片大好，买房子好像就等于赚钱，稳赚不赔那种。银行呢也特别乐意放贷，甚至包括给那些信用记录不太好的人，就是所谓的次级借款人。对，这背后其实是有个金融创新在驱动。当时银行把大量的房贷，也包括这些风险比较高的次级贷款，给它打包，打包成一种叫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就是 MBS，然后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这里面有个关键，就是他们设计了很复杂的结构，比如说搞什么分层 tranches，让一部分券券看起来特别安全，评级给的也很高。这样一来呢，风险就被很巧妙的隐藏和分散出去了。哦，听起来像是银行把风险甩出去了。没错，说白了就是这样。银行赚了打包和销售的手续费，但真正的那个违约风险呢，转移给了买这些券券的投资者，这就导致他们有很强的动力去发放更多的贷款，矢志不惜降低贷款标准，反正只要能打包卖掉就行。我明白了，而这一切能玩下去的前提就是房子它必须得一直涨，对吧？对，因为我记得很多次级借款的借款人，他们其实是靠着房子涨了以后再融资拿钱来还之前的贷款的。完全正确。但是到了2006年，美国的房价涨不动了，开始掉头向下了。这个最关键的前提一破，那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了。次贷违约开始大量出现，然后通过 MBS 这个渠道迅速地传染到整个金融系统，连那些之前被认为最安全的、评级最高的 Triple A 级部分都没能幸免。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个叫 CDS 的东西，好像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是的，信用违约互换 CDS， 它本来的设计意图有点像保险，但是呢，像 AIG 这种大机构卖了太多的 CDS， 可他们自己手上并没有足够的准备金来应付可能出现的赔付。所以，一旦这个违约潮真的来了 ，CDS 就从一个风险对冲工具变成了放大危机的炸弹。它加剧了系统性的风险，因为市场参与者互相不信任了，不知道谁手上握着这个炸弹，谁会因此倒下。这就导致了整个金融系统的信任危机，银行之间互相不敢借钱，资金流动一下子就冻结了。然后就是雷曼兄弟的倒闭，这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全球市场陷入恐慌。后面虽然政府出手救市，又是印钞又是降息，救助大银行，但普通人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失业，房子没了，储蓄也没了。对，所以2008年这个案例，它的核心教训其实非常直白，就是当债务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实体财富创造的速度，特别是通过那些复杂的、不透明的金融工具被放大之后，这个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崩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金融创新本身不是坏事，但如果脱离了有效的风险控制，它就可能变成一场灾难的引擎。说得很有道理。从这个债务驱动的危机，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回到2000年前后，那是另一场著名的泡沫，但驱动力不太一样，更多是靠故事。Internet 泡沫，我记得90年代末那会儿，冷战刚结束，美国经济也挺好，然后 Internet 横空出世，所有人都觉得哇，世界要变了，未来就是 Internet， 只要公司名字里带个 .com， 那就代表着未来和价值。当时那个气氛，非常狂热。对，狂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的投资逻辑被极度简化了。
基本上就是你的公司名字里有 .com 吗？有，好，那就有价值，估值就能上天。公司到底有没有盈利不重要，甚至有没有实际的产品，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宏大的愿景，有用户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故事可以讲。这听起来，怎么说呢？有点像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大家都相信后面会有人接盘。哎，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当时确实是弥漫着一种博傻理论的心态，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值这个价，但我相信总有个更傻的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从我手里买走。所以你看，很多公司拿到巨额融资之后，不是说踏踏实实去搞研发或者改善经营，而是疯狂的烧钱打广告，扩大知名度。比如那个很有名的例子 Pets.com， 花了好多钱在超级碗打广告，结果呢，钱烧光了，很快又倒闭了。那这个泡沫后来是怎么破灭的呢？总得有人先醒过来吧？当一小部分相对理性的投资者开始回过头来仔细看这些公司的财务报表的时候，他们发现问题了，盈利遥遥无期，烧钱的速度却快得吓人。这时候信心就开始动摇了。一旦有人开始带头抛售，恐慌情绪就会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最后引发了踩踏式的抛售。结果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在很短的时间里暴跌了差不多80%，几万亿美元的市值就这么蒸发了。所以，互联网泡沫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几点：第一，注意力本身并不直接等于经济价值；第二，再宏大的叙事、再动听的故事，最终也替代不了实实在在的盈利和现金流。当一个市场的估值完全是由人们的预期和投机情绪来主动，完全脱离了公司的基本面，那这个结局几乎就是注定的。这也提醒我们，对于任何新兴的技术或者商业模式，我们在看到它潜力的同时，也一定要警惕这种过度炒作带来的巨大风险。好，我们时间再往前倒，来到1970年代，这次危机跟前两次又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外部冲击和内部困境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著名的石油危机和滞胀。70年代初，背景是中东战争爆发了，然后 OPEC 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反击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他们采取了石油禁运的措施，并且大幅度提高了石油价格。对，油价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一下子就翻了4倍。你知道，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它的价格飙升，这个成本压力就迅速传导到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引发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但那次好像不是，反而是经济增长停滞了，失业率还一个劲儿的往上走。这个现象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滞胀。没错，滞胀 （stagflation） 这是70年代那次危机最独特的一个标签，就是物价在飞涨，但是经济却不增长，甚至萎缩，同时失业率还非常高。这个局面让当时的宏观政策制定者们感到非常头疼，甚至束手无策，因为传统的调控方法好像失灵了。你看，按照凯因斯主义，通胀高了，你就应该加息收紧；失业率高了，你就应该降息刺激。但现在这两个问题同时出现，你加息吧，可能会扼杀掉本来就疲弱的经济，让失业更严重；你降息吧，又会火上浇油，让通胀更高。这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那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听起来很棘手啊。解决的过程非常痛苦，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有10年。在这期间，持续的高通胀严重侵蚀了老百姓的储蓄价值，美元的购买力大幅缩水。有人计算过，差不多10年里缩水了一半。直到80年代初，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他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手段，可以说是休克疗法。他不顾经济衰退的压力，把联邦基金利率一路提高到了接近20%的惊人水平，以巨大的短期经济痛苦为代价，才最终把通胀这头猛虎给压制住了。所以这次危机感觉更多的是来自宏观层面，是地缘政治冲击和政策失误的结合。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它主要的根源在于外部的地缘政治冲击，以及后续各国政府在政策应对上的失误或者说局限性。它给我们的核心警示是严重的失控的通货膨胀，它的破坏力是巨大的。
它不仅破坏经济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会动摇人们对货币、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信任。同时，它也暴露了就是传统的那些宏观调控政策，在面对一些新型的、复杂的经济局面时，可能是存在局限性的。好，了解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看看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就是80年代，但原因非常不同的另一次大泡沫——日本的资产泡沫。说到80年代的日本，那真是如日中天呢，经济高速增长，制造业、科技都非常领先，日本第一的说法到处都是。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日本模式是不可战胜的。正是在这种极度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自负的情绪下，再加上当时日本央行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廉价资金。这些钱没地方去，就一股脑地涌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结果就是催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资产泡沫。当时有些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也能反映情况。比如说，东京一个皇居的地价就超过了美国整个加州的土地价值总和。而且，当时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土地神话，就是人们坚信，尤其是在大城市，土地价格是永远不会下跌的。这个信念听起来和我们前面聊到的2008年美国房市危机前那个房价永远涨的信念，是不是有点像？非常像，核心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对某一种特定资产只涨不跌的盲目信仰。而且，银行在其中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他们很乐意接受那些估值已经被吹得虚高的土地作为抵押品，然后放出更多的贷款。这些贷款又进一步推高了土地和股票的价格，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这种普遍存在的信念本身就成了泡沫得以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后来呢？这么大的泡沫总有破的时候吧？它是怎么破的？转折点发生在90年代初，日本央行也意识到了巨大的风险，开始踩刹车，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试图给过热的经济降温。但这次泡沫的破裂啊，它不像我们前面说的互联网泡沫那样是瞬间崩盘、爆炸式的，它更像是一个缓慢的，但是极其痛苦的泄气过程。房价和股价开始了漫长的、持续的下跌，跌了10几年都没停。这个后果我们后来都知道了，就是所谓的失去的10年，甚至有人说不止10年，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对，日本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停滞，通货紧缩，工资很多年不涨，消费也一直很疲软，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心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日本这次泡沫破灭的教训，我觉得非常独特。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过度成功带来的那种自满情绪和一种我们是例外的错觉。大家好像都忘记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它提醒我们，即使一个经济体的基本面看起来再好再强大，一旦资产价格被投机狂潮吹到完全脱离现实基本价值的程度，那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痛苦地归回地面。甚至可以说，成功本身可能就孕育着自满和忽视风险的种子。成功孕育着风险的种子，这个说法很深刻。好，最后让我们回到更早的时候，去看看可以说是现代所有金融危机的始祖，从1929年开始的那场大萧条。说到1929年之前，那是美国的咆哮的20年代，也是一片乐观，新技术像汽车、收音机什么的层出不穷，人们普遍相信美国进入了一个永久繁荣的新时代。那个时候，股市也成了全民参与的一场狂欢。对，当时非常流行一种交易方式，叫做保证金交易 （margin trading）。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者可以用很少的一点本金，然后从经纪人那里借大量的钱来炒股票。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股价上涨，你的收益会被成倍放大，但反过来，风险同样也被急剧放大了。这套玩法能持续下去，也依赖于一个前提，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某些危机很像，那就是股价必须永远上涨。我明白了，一旦股价开始下跌，那些借钱炒股的人就要么得赶紧追加保证金，要么就会被强制平仓，卖掉手里的股票。
这反而会加速股价的下跌，形成恶性循环。完全正确。1929年10月，著名的黑色星期二之后，股市开始崩盘，恐慌情绪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更糟糕的是，这场危机很快就从股票市场传导到了银行系统。因为在那个时代，很多银行也把储户的存款直接或者间接地投入了股市，比如说贷款给那些用保证金交易的投机者。股市一崩，银行自然就损失惨重。而最致命的一击，我记得应该是银行挤兑，对吧？好像当时还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对，这是关键。当时没有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mpany（FDIC） 这样的机构。一家银行如果倒闭了，那储户存在里面的钱可能就真的血本无归了。这个消息一旦传开，就会引发大规模的银行挤兑。人们因为害怕自己的存款安全，会蜂拥到银行去取钱。这种挤兑的浪潮，甚至会把一些本来经营还算稳健的银行也给击垮。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美国的银行系统几乎瘫痪了，信贷完全枯竭，企业得不到贷款，无法经营，只能关门裁员，经济活动急剧萎缩，失业率最高的时候飙升到了惊人的25%，整个社会陷入了长达10年的大萧条困境。那么，回顾这场灾难性的危机，大萧条给我们留下的最根本的教训应该是什么呢？信任。现代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它的运转完全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你要信任银行能保管好你的钱，信任货币的价值，信任市场的规则。大萧条极其残酷地展示了，当这种信任，尤其是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彻底崩溃的时候，整个经济系统会发生什么？它会停摆。英语里信贷 credit 这个词，它的词根就源于拉丁语的信任 credere， 而摧毁信任最快的武器就是恐惧。所以这也反过来凸显了建立一套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像存款保障这样的制度性保障，对于维护金融稳定是何等的重要。好了，我们刚刚一起回顾了这5次影响深远的大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70年代的滞胀，80年代的日本资产泡沫，还有1929年的大萧条。可以看到，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诱因、表现形式可能各不同，但仔细看，他们的剧本似乎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把这些案例放在一起看，就能发现一些反复出现的模式或者说规律。第一个，就是总伴随着一种非理性的繁荣和过度乐观的情绪。每次危机发生前，总会流行一种这次不一样的论调，人们会盲目相信某些新事物、新技术能带来永久的繁荣，旧的经济规律不再适用了。第二个是廉价信贷和杠杆的滥用，几乎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背后都有过度借贷的影子。无论是1929年的保证金交易，还是2008年的次级抵押贷款，都是通过杠杆急剧放大了风险。第三个是资产价格严重脱离基本面，无论是东京的土地，还是 .com 公司的股票，它们的价格在泡沫顶峰时，已经不再是由其内在价值决定，而是由投机情绪和下一个接盘侠会出更高价的信念来驱动了。第四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信任的崩溃。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极度依赖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当这种信任因为恐慌或者其他原因而瓦解时，往往就是危机全面爆发的引爆点。了解了这些共同的规律之后，我们再反观一下，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你看，全球范围内的资产价格很多都处在历史高位，全球的债务水平也是创纪录的高。同时，在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某些加密货币，或者是一些所谓的 meme stocks， 也确实出现过非常狂热的投机现象。这就难免让人反复思考那个经典的老问题：这一次真的会不一样吗？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是，人性的弱点，比如贪婪、恐惧，还有容易遗忘过去的教训，这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我们学习回顾这些历史，
它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让你能精准地预测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会来，那太难了。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识别出那些值得警惕的信号。比如说，当市场陷入一片狂热，周围所有人都告诉你这次真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持一份独立的思考和清醒？当信贷变得唾手可得，使用杠杆的诱惑非常大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时时记住风险？当大家都在疯狂追逐某个热门概念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不忘回归，去审视一下它最基本的价值？我想，这才是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保持审慎，敬畏风险，坚持价值。说得非常好。希望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这些历史片段和其中的教训，能够为你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当下环境的参照系。就像刚才说的，真正的持续的财富，往往不是来自于追逐风口的短线投机，而是源于对价值的深刻理解和对风险的持久敬畏。好了，节目的最后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听完了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你现在会如何去审视我们周围那些看似繁荣，甚至有些狂热的景象呢？有哪些我们当前普遍相信的、看似坚不可摧的假设或者信念，可能正在悄悄地积累着风险，是值得我们去警惕和反思的呢？好，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